北京最近在流传一个相当惊人的细节，一个足以让体制内明眼人心里咯噔一下的画面。这个细节就出现在阅兵式上，在那个万众瞩目、精心编排的政治秀场，习近平的穿着打破了一个持续几十年的惯例。过去，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以军委主席身份检阅三军，穿的都是标志性的绿军装，那是军队的颜色，是枪杆子的象征。可这一次，习穿的却是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你说，这只是服装颜色的细微变化吗？在中共的政治符号学里，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细节。绿色代表着野战部队，代表着绝对的军事指挥权，而灰色更像是一个文职干部的颜色，或者说是一种被剥离了军权的符号。于是，一个大胆的猜测就在高层圈子里悄然传开：这件灰色的外衣是习近平与军方大佬，特别是张又侠在激烈博弈后达成的妥协。习可以登台阅兵，保留最高领袖的面子，但他不能以一个真正掌控军队的统帅身份出现。这件衣服就是一道无形的枷锁，一个清晰的信号，告诉所有看懂门道的人，军队已经不完全听他的了。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是捕风捉影，但你把这个灰军装事件和另一则在北京流传的所谓15点接班计划联系起来看，就更有意思了。这个计划听起来匪夷所思，据说不是要指定一个接班人，而是要对未来党、政、军至少15个核心岗位进行系统性的跨代际的人事安排，确保即便习本人不在了，他那一套东西，他那批人马还能牢牢控制住整个国家机器。邓小平当年是隔代指定，现在这位据说要隔15代指定，这哪里是指定接班人，这分明是想当秦始皇，搞一个万世一系的政治木乃伊。大家想想，一个真正大权在握、自信满满的领袖，需要搞出如此复杂、如此缺乏安全感的死后布局吗？这恰恰暴露了他内心最深的恐惧。他知道自己树敌太多，知道所谓的忠诚都是表演，一旦他失势，整个体系会立刻反噬。所以，这种对身后事的极端焦虑，与阅兵式上那件象征着权力不稳的灰军装形成了完美的逻辑闭环。他说明，我们看到的所谓一言九鼎，不过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城堡，内部的裂痕已经深到需要用这种诡异的方式来遮掩和平衡了。当然，所有政治上的紧张和猜忌，最终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钱。当蛋糕做不大的时候，分蛋糕的刀子就必然会见红。而今天中国的财政状况已经不是蛋糕大小的问题，而是整个厨房都快要被点燃了。不久前，财政部长蓝佛安开了一场表功会，核心就是2条：第一，政府债务规模不大，负债率很健康；第二，风险最高的隐性地方债已经得到了有效化解。他给出的数字听起来很美，说2024年底全国政府负债率只有 68.7%， 远低于西方国家。但这套说辞就像一个重症病人，只给你看他擦了粉的脸，却绝不让你看他早已溃烂的脏器。所谓的化债根本不是融化的化，而是化妆的化。它的本质就是把即将爆炸的短期高息债通过行政命令强行置换成长期的低息债。比如地方城投公司欠你100万，年息 5%， 1年后到期，现在还不上了，地方官就找你商量，利息我照付，但本金咱们签个新合同，改成5年后还，利息降到 2%。 你作为债主有的选吗？去打官司。在化债这个政治任务面前，法院会支持你吗？所以债务总量1分钱没少，只是把今天的炸弹埋到了5年后，让下一任去头疼。这就是蓝部长口中的财政改革成就。这套会计系法背后是一个更加惊悚的死亡数据。2024年中央财政的总收入加上各种调入资金大约是 10.8 万亿。可同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也就是从富裕地区收税再补贴给穷地方的钱，高达 10.2 万亿。也就是说，中央财政收上来的钱在国库里过一下手几乎就空了。那问题来了，中央自己要办的事怎么办？天量的军费，庞大的行政开支，科研、社保，每年国债的还本付息，还有像雄安新区这种吞金巨兽，以及对外的大撒币，这些钱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字：借。一个国家的中央财政
沦落到几乎所有开支都得靠借债来维持，这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战争时期都极为罕见。这说明整个国家的财政循环已经断裂，中央被地方的债务黑洞死死拖住，成了一个空壳子。习近平现在拼了命要搞全国统一大市场，他的真实动机恐怕根本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经济理论，而是最原始的财政焦虑。他幻想着打通国内市场的任督二脉，让那些贫困地区也能自己造血，这样就不用再伸手问中央要那笔要命的转移支付了。这就像一个家长因为给不起几个孩子生活费了，就命令他们必须立刻自力更生，至于孩子们有没有能力，懂不懂市场，他根本管不了。他手里只有一把锤子，看什么都是钉子。这种自上而下的信用破产正在从政治和经济领域迅速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腐蚀着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最近餐饮品牌西贝的预制菜风波就是一个绝佳的社会隐喻。在舆论压力下，西贝发布了一份整改公告，详细列出了哪些菜品未来要从预制料理包改为门店现做。这份公告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一份详尽的罪证自白书。它等于亲口告诉消费者，没错，过去我们卖给你们孩子吃的牛肉饼、鳕鱼条，我们引以为傲的羊肉串、肉夹馍，统统都是工厂流水线生产的半成品。这种自杀式的公关暴露出的不仅是企业的愚蠢，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欺骗文化。更有意思的是，西贝在事后居然打出了维护内蒙企业、维护非遗品牌的旗号。一家靠工业化预制菜大规模扩张的公司，竟然有脸自称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荒诞感与官方一边打压市场经济，一边宣称要搞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逻辑何其相似。当一个社会从上到下都习惯于这种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叙事方式时，说真话就成了一种风险极高的行为。揭露西贝的罗永浩在声明最后意有所指地加了一句，如果我失踪，那很可能就是被跨省。一场普通的商业纠纷，最终却要用这种带有政治恐怖色彩的语言来收尾，这本身就是社会生态严重恶化的最强信号。所以，从一件灰色的军装到一个空空如也的国库，再到一盘自曝其丑的预制菜，我们看到的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一个体系信用全面破产的连锁反应。政治上的权力斗争源于对未来的不安全感，经济上的数字游戏是为了掩盖系统性的财政枯竭，而社会层面的信任崩塌，则是整个上层建筑谎言体系投射到民间的必然结果。当一个政权它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民众的认可，而是依赖于枪杆子的颜色和宣传机器的粉饰时，它的每一个动作，无论包装的多么宏大，都只剩下绝望的挣扎。